123，试音。
话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这句流传已久的戏曲行业箴言，道尽了舞台光环背后的千锤百炼，其中所体现的坚守、沉淀与突破，恰恰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学业、职场和生活中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北京市文艺学会副会长、秘书长景俊梅老师，为我们带来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戏曲里的人生智慧。大家掌声有请。首先抱歉一下，就是晚了几分钟。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我这个人一般不希望这样。我前天不是下雨吗？腿摔着了，有点慢，再加上那个路上稍微堵一点啊。但是总而言之是我的错误啊，让大家久等了，不好意思。那么我尽量用精彩的讲课或者是精彩的内容，让大家觉得今天不虚此行哈。那么我们今天刚才主持人已经讲了，是说我们重点要讲的是戏曲。那么实际上呢，我个人的研究呢，这些到单位大概将近20年了吧，主要是早期，因为我是学非遗专业出身的，那么早期主要研究传统的戏曲，但后来因为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嘛，除了传统的戏曲，像话剧、歌剧、音乐剧、舞剧，等等这些不能叫新兴吧，就是国内外都演的演艺形式也会关注，所以呢，整个大的舞台艺术都会关注到。所以呢，我在讲的过程当中，重点讲的当然是我们的戏曲，但同时呢，也会可能关注到一些其他的艺术门类，让大家了解一下。客观来讲呢，我们的戏曲在整个大的演艺产业当中，实际上它的体量是不大的，但是它是承载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实际上它有很重要的文化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按惯常的那种讲解，单纯的知识的灌输。客观的讲，北京真的是卧虎藏龙。在座的各位可能，比如就某一个剧种来说，比如像京剧，可能比我还要资深，看的还要多，关注的时间还要更长。那我们作为研究者来说，它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我们因为有学科背景或者学术的训练，会相对来说客观辩证来看待一个文化现象。比如一会儿到讲句结束，我想和大家分享几段视频，也就是名家的唱。但实际上我以前看的那些版本可能都很高清，包括现场，但是我一下子找不到那么合适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注重知识产权，那么我只能在这个网络媒体上找，我就发现里边的那个点评，有的并不友好。我之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不是让大家只关注那一个角度，我就想说的是，好的艺术它一定是千锤百炼的，而且它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沉淀，让大家所共知，而不是某些人断章取义的那种解读哈。这是开场前的一个解释。下面我们来进入正题，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有4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既然我们讲的是台下10年功，那么这10年功是怎么就是形成的呢？或者说呈现的呢？它实际上是在底下的千锤百炼。那么这个10年功同时呢，它还需要关注什么呢？重要的就是角色的塑造，那么还有就是这种传承的价值，比如大家都熟悉的京剧里面各大流派，尤其是旦角的流派，像大家都熟悉的4大名旦，那么他们都是这种传承下来的。那除了这个我们所熟知的这种就是唱的这个方面，那么其实武戏的传承也很重要，等等啊，我们都会在里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后呢，是一个简单的当下反思，也就是我前面开场所给大家交代的，是因为我的研究它不是单纯的就剧种讲剧种，或者就某个人谈某个人，它更加的是综合的来看一个现象，所以呢会把我们的整个的演艺产业
放在我们当下的社会发展当中来看，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到底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就像我们常常说的，我们既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也要知道我们到哪里去啊，大概就是这样4个大的方面，我们一一来看。第一个呢，先看一下这个功底的淬炼。大家可能既然今天来的人，可能大部分人都是对戏曲感兴趣的，或者说至少是看过戏，也爱听戏的哈。那么在北京，我是曾经做过调研的，好像是我想想算一下时间，就是24年的春节吧，就是前年。我曾经做过那个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子课题之一，我做的是剧场里过大年。但是在这之前，其实每年的春节我都会对我们的这个春节期间的戏曲也好，其他剧种也好，进行调研。但是那一个呢是正儿八经的，既要看演出的现状，也要对那些比如像国家大剧院、北京京剧院、国家京剧院，包括北京市河北梆子团、中国评剧院、北京曲剧团，就是在北京的8大院团，都会涉及到。那么我就做了一些就是系统的调研，可以说是从腊月一直到正月两个月，当然中间也有根据专家或者各方面的时间也有不去的，这样整个跨度将近2个月，做了一下调研。调研中就发现呢，我们的戏曲实际上尤其是京剧市场还蛮好的，像那个北京京剧院是在长安演，国家京剧院在梅大演。那么在春节期间，尤其是放假的那几天，就是初1到初5吧，大概就是真的是一票难求，而且唱的大部分都是传统戏啊。一会儿给大家举的唱段就是《锁灵囊》，也是每年必演的啊。像那个孙悟空，我有的戏叫《齐天大圣》，也是小朋友最爱看的。还有像我们熟悉的《白蛇传》，就《龙凤呈祥》，这都是春节期间都演的，非常的受欢迎。所以我们在北京呢，还是能够很好的看到北京的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就是不但能看到各种的剧种，而且能看到名家。我觉得这是其实同样一段戏，不同的人唱，完全是天上地上，可能是啊。所以看名家很重要哈。那么所以那个功底的锤炼里边呢，首先就是需要演员们前期的很多锻炼。我的调研中也会发现，其实当下呢这种锤炼越来越弱哈。就国家京剧院的院长王勇先生就也不能叫开玩笑吧，反正有责任心的说，就是他们招的演员里面，有的演员他们戏曲演员大部分是上中专，然后大专，然后本科，是这样，大概7年。他说这7年呢，有的演员他不练功，他就会2段唱。当然这是夸张的说，就是说他们这个功底没有原来强，所以有的时候招到院团呢还得重新训练。所以他们国家京剧院专门有个百团集训，就是用100天的时间来集训这些年轻人，就是让他们不仅能唱能演，而且还得有功夫。那么100日可能是一下子我们说的达不到10年，但是总比不练强。所以呢，现在这个功底的锤炼十分重要哈。那么在这个功底的锤炼当中呢，我在这之前呢稍微给大家普及一下，但是这个普及可能对有的老师来说就不用普及，但是那也有可能今天是第一次了解戏曲的，那么还是简单的说一下啊。那么戏曲里边呢和刚才我说的话剧、音乐剧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戏曲，我们传统的戏曲其实它的都是表演啊，用王国维先生的话，以歌舞演故事。那但是呢，它和那些艺术形式的不同，首先是它的这个哲学底蕴，就是它的文化背景不同。比如我们中国人看事情，喜欢呢用直觉来观察，包括观察人。那么国外人看事情呢，这个国外人也是笼统的说，可能我这个说法不严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那么我们一般
中西对比，或者是国内国外对比，我们那个国外的概念大概是什么呢？一般都是指讲英语的国家，比如印度，它就不能，印度还反而讲英语，就是印度的传统文化里，它实际上跟我们有接近的地方。比如我们的佛教就是从印度传来，所以它不太一样啊。那我们笼统的讲，就是中和西大概就是和讲英语的国家来对比。那么我们中国判断事情更加的直觉，或者是意象，或者说是抽象。我们的审美也更加的具有这种我们说的概括性。那么国外的这个学科也好，学术也好，哲学也好，它更加的讲究什么思辨。我说的这所有的词都是中性词，没有褒和讲的区别啊。那么它更加的理性，或者说主客二分。比如我们经常会把人分好人坏人，或者说是物质的、精神的。或者说是就是两分法的这种，大部分就是国外喜欢这样去分，但实质上呢，各有各的好吧。比如我们现在大学的教育，就是它相对来说就是受这个国外的这种学科体系的建设，它的分就很细，比如文科生、理科生，是吧？但实际上你看我们传统私塾的教育，它就不是这样分的。那么它的区别在什么？就是它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包括我们做这个学术研究的人，比如传统的，或者说做古典文学的或者古典艺术的，它相对来说它那种直觉的判断就更多。举个大家都熟悉的像《红楼梦》，那么脂砚斋的点评就很随性，看似很随性，但实际上他是对《红楼梦》非常熟悉，他才敢这样去点。那么国外的那个我们叫理论研究，或者说是文艺评论嘛，它就不是这样。比如评价一个作品，首先从主题啊，就是题目的题，主题是什么，然后人物怎么分析，结构怎么分析，它是这样的，它划分块状的。这每一个呢，它有各的好，各的不同吧，不能叫坏。但是这就是对事情的认知不一样。所以回到我们的戏曲，它就是承载了，因为戏曲是个综合艺术，既有唱又有演，又有服化道，还有今天的灯光声效等等，它是非常综合的。它背后的文化就是依托我们传统的文化，它对事情的认知，所以就总结出它的特点，比如它是抽象的，或者是它是有留白的，就像我们的绘画一样，要有留白，不是满满的画出来。那同时，比如它的四功五法，我们常说的四功五法，包括它的行当的划分，就是生旦净末丑这种呢，你看严格来说，生旦净末丑再往下分，比如生分老生、小生、武生。他们之间是严格划分的吗？不是，比如小生里也有小生的武生，对吧？老生里有功夫的老生，那么还有更细分，有什么折子生、穷生、官生等等，这个很复杂。那它并不是特别严格的划分，它这个划分是什么呢？看似不严谨，但是它有道理。它的道理是什么？是人物。就是我后边一会儿要给大家专门来分析的是依托于人物。比如今天，那么一上台一个演员，因为他的装扮，你一下子就知道他是个什么身份。这就是我们行当给我们的文化输出的这个底蕴，让你特别清楚。所以戏曲的这个观和演的关系非常紧密。那么今天，比如我们从行业管理的角度，因为我在社科院嘛，所以研究呢会更加的就是综合一点，不但做这种具体的剧种的分析，有的时候还要做内参、做智库。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那么很多的调研就是要依托实际的情况、实际的发展来给上边提建议。那这样来说的话，我们就对这个艺术形式的十分的了解，才能精准的给出它应该有的对策。不然的话，如果你是比如笼统的把戏曲和刚才说的那些艺术形式放在一起的话，它其实就有点儿。怎么说呢？不能差异化管理了啊！所以戏曲的这种特殊的特点，包括刚才说的它的抽象性、它的审美，都是和其他的就是艺术形式，尤其是国外的艺术形式不太一样的地方啊。表面上都在演内容，但实质上
很不一样，他的方法不一样，他的文化不一样，他的手段也不太一样。比如话剧讲的是声台形表，戏曲就不是这样的。那它可能最终呈现的也是有表演的这个成分，但是它首先走的是功夫啊，就是唱的功夫、打的功夫、演的功夫、表的功夫啊，它是这样的。所以它的根基就在唱念做打啊。那么他追求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他演一个人物，他必须是追求他的神似，他不是比如包括他的舞台，至少从传统的经典的剧目，他不是把整个的，比如演那个打仗，就我们说的那个比如杨家将的戏，他不是真的把杨家将的这种所有的像今天那个演电影一样，把他那个场景真实的还原，但是他是让你充满想象的还原。比如一个城堡，它就一堵墙，甚至这个墙就是个纸板。比如诸葛亮就站在这儿开始唱《空城计》了，但是你就觉得太儒雅了，就是现在我们就说这个演员演得好叫活诸葛啊，就是演得好活武松啊，都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这是我们的审美啊。那么台下的功夫就不用说了，它真的是非常的需要吃功。一会儿给大家单独来分每个人、每个行当、每个名家是怎么吃功的啊。先举例子啊，毕竟咱们我看今天来的也是老中青幼都有，所以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的阶段可能都有，所以呢，我们也尽量深入浅出的让大家了解。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案例是当下最火的地方戏之一，就是浙江豫剧院。它可能在座的很多人也看过他们的演出。它最火的现在是三打白骨精，但客观的讲，它不是只演三打白骨精。我看过他们很多戏，比如他们的《白蛇传》就很经典，而且他们的《白蛇传》当时拿梅花奖的。就是他们这个团，这个剧目拿梅花奖的第一个演员不是白蛇，是青蛇。那是因为白蛇演得不好吗？当然不是，是因为青蛇太有特点了。专家们就第一个给他们的，就这个团给的是青蛇。他们这个就是《白蛇传》那里的两个蛇，他们的演出是有那个蛇性的，就是那个。我学不好啊，他有这种动作，就有点像耸肩，但是很像我们看到的那个蛇蟒蛇出山的那种感觉，非常棒。就是其实《白蛇传》真的很经典，它是在各大剧种都被演，比如京剧，京剧里还分流派；那么豫剧里也分流派；那么河北梆子也是，还有评剧啊，就是能说出来这种几乎都演《白蛇传》，包括川剧啊，南方的，包括那个广东的粤剧。广东的粤剧，前2年不是2年啊，应该有5年左右吧，就是疫情前演了一个《白蛇传情》，曾小敏演的，现在是他们的院长还是副院长，很年轻。他是把《白蛇传》进行了改编，那也很好。他好在哪里呢？也是功夫了得，而且他那个也拍成了电影，但是电影没有舞台好。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对，就是他的舞台那个。也是他相对来说在台上搭了一个山，因为他不是有到那个灵芝嘛那一段，那个演员直接从山上就是那个腰非常之灵活就下来了，很精彩，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看。那个团的功底也很了得。那么我们回到浙江豫剧院的演出，他的演出除了我刚才说的，除了我们说的这个三打白骨精很火，三打白骨精火在哪里呢？除了他的功夫之外，可能他还有。适合当下人的审美心态。当下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是个技术非常发达的时代。那么人们相对来说，比如《白蛇传》为什么不火呢？《白蛇传》也很好，不是说不火，相对来说没有这个三打白骨精火呢，是因为这个白骨精里边除了唱演功夫特别多，花样很多。一会儿给大家欣赏2段，大家就能看到了。那个既有传统的这种唱念。那个打还把那个川剧的变脸，他直接变脸加变身，就是叠加了很多，就是这个变脸加变身有杂技的成分在里面，叠加了很多艺术形式啊，就特别适合年轻人吧。客观的讲，就是让人看到了没有看到的另一抹风景。那么他的成功，
给它进行了总结哈，是叫三者合一。这里呢，想给大家说的第一个功夫，毫无疑问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那必须就是一个团的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什么？就是有好演员。好演员怎么叫好呢？那你就是功夫比别人强，你唱的演的比别人高，那你才叫好演员。所以那个功夫是一个团安身立命的第一个法宝。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在当下这个社会，为什么刚才说白骨精火呢？就是你不能完全的固守老本，你不能叫戏曲圈常说的一句话叫老戏老演，应该是常演常新，就是你这个根本的东西不能变，或者说至少应该保留，但是你一定要有创新，要适合当下的审美，不然的话，大家会觉得你和他有点隔。比如像我在社科院这种单位工作，按理说单位的人大部分都是高知，我要偶尔请人看演出，我还挺怵的。为什么？很多人不感兴趣。你说请人看演出特别害怕，害怕在哪里啊？第一，好戏没有票，就是这种火的，你那一票难求，怎么可能给他弄到票呢？那么有票的呢，你又不知道好不好。要是你没看过的，更不敢请人。要是你请人看一个烂戏，那人家还觉得荒废了自己的时间呢。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我一般不敢轻易请人看戏，但是呢，偶尔我知道的好戏，比如我也正好多了一张票，我想请我们单位，还没人感兴趣呢。所以这就是当下的这种错位啊，就是一，可能我们的演出虽然好，但是它的宣传还是不够。二呢，我觉得不够，想让它够，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定要保留，就是戏曲进校园。这个戏曲进校园不是单纯的用所谓的政治的手段、行政的手段去保留，而是让它就成为像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一样，成为一门课。这门课孩子可以学得不好，但是他一定要知道，就像有的东西你感染了，比如我为什么研究戏曲？其实我也不是学的戏曲专业，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喜欢看戏，我奶奶喜欢看戏，带着我，那时候在农村，就是只要农村哪个地方有戏，就带着我去看戏。小时候对我的最大吸引力是什么呢？早期就是看戏就像赶大集一样，有好吃的好玩的，还给你买衣服、袜子、手套之类的。但是随着这些物质的东西得到满足之后，那你肯定还要去看这个戏，那你不由自主的就受这个戏的熏染。我小时候会唱戏，就是根本不知道唱的啥，就是那个词，因为你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还有字幕，你就是知道它大意哦，它讲的就是公子小姐的故事或者什么，你就根据那个调儿来唱。我就演给村里的老人，就是拿上纱巾那个就围巾，什么有的时候是枕巾等等啊，扮演起来，领着小朋友玩。我姐就说：“哎呀，你唱的啥呀？词儿都不对。”就这句话打击了我，之后再也不敢看。所以你看，孩子对这个艺术，他就是那个直觉的、最直觉的，也最灵敏的。但实际上，这个我想和各位，就是交流思想啊，就不要轻易打击一个孩子的，哪怕是过家家，真的，他对他的未来是有影响的。那么今天我做这个戏曲研究，我既爱这个，但我也觉得我在这个工作当中，我找到了我的价值和意义，我很幸福。我不认为，比如我今天，或者说每一天，要千里，就是北京，大家知道看戏做研究的成本有多高吗？比如我家还在城里，但是比如去国家大剧院，这还属于市中心看一个演出。成本是去1个小时，回1个小时，看演出又是戏曲，一般都比较长，2个半小时左右。那么这中间你可能还要留一点空闲时间，5个小时，一天有几个小时？看一个演出，光看本身是5个小时，那同时你要点评或者你要做研究，真正做研究可不是像戏迷看就行了。做研究，比如我要想说浙江豫剧院为什么好。如果我没有看过其他的演出，我就跟您说它好，那我是不负责任。客观的讲，我需要大量的，因为全国一共有348个剧种，
你不可能说340家种我都见过，但是我敢肯定，我能看过1到200个剧种至少。那么地方的那种小戏，有的甚至都没有团的那种，可能有的没看过，因为当时文旅部艺术司在对348个剧种进行统计的时候，在那个昆山进行了展演，就是昆山是戏曲的鼻祖嘛，就是那个昆曲的发源地。就把348个剧种，当时是说准备3年的时间全部展演一遍。我是全程后边1年没参加，都是看直播，但是我前边是全程参加，而且点评他们的戏的。所以当然不是因为只看过1次就说你看得多。我除了这些天把腿给磕了之后，那我大部分时间。我周围的朋友是知道的，不能说每天在剧场也差不多，有的时候甚至1天能看2、3场，因为有的时候是下午也有演出，有的时候会看，比如我有这个工作任务，我会要看直播或者是看视频来完成这个，那么它就需要有大量的观演的这种基础，你才有对比。人家不是常说吗？不怕不知道就不怕不懂货，就怕货比货。同样，我记得我上硕士的时候，因为我是中国艺术研院毕业的硕士和博士，那当时的一个老师对电影学的专业进行要求，别人一听学电影的啊真好，天天可以看电影，老师就说你学电影的人，你一年不看3、400部的片子，你就别说你是学电影的，你就没法对电影进行理论研究。就是我们的，尤其是艺术的理论研究，你一定要占有大量的作品，了解作家作品，你才能真正的去对这个史、对这个论有提升。不然的话，你是隔靴搔痒。很多做纯理论的，我们不是说人家不好，纯理论它确实有的可能很高深，但是呢，他从来不看作品，他就开始想象中当下的文艺现象是什么。这实际上我觉得是有点儿。我们不叫闭门造车吧，也差不多。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戏曲，那么我今天和大家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因为我占有了很多的剧种、剧目、剧作家，才能和大家来分享哪些是好的。所以有一个研究戏曲的人给您推荐的戏，一般都不会差。就是如果您从来没有看过戏曲，想去看，那一定要找一个人给您推荐。如果您看了一个坏的，可能让您一下对戏曲，因为戏曲是，我们都说了是古老的中华文化，那还是优秀的中华文化，那您看了会觉得不好，那就很让人心情不愉悦了啊。那么我们再回到误剧，它的第一个密码刚才说了是功夫，第2个密码是创新，第3个呢就是它的什么强基固本。这个强基固本，我想说的就是院团的这个。领导的决策力、领导力、管理水平，你看像误剧院这样，它之所以人才辈出，它不是只有1个演员，它光梅花奖都有5、6个，那它还是个地方院团啊。那现在有的大院团这些年都没得梅花奖，当然不是说得了梅花奖就好，但是至少它是一个维度的认可。那在这个院团，连一个年轻的小的翻跟头的孩子都很值得大家敬重，因为他确实把功夫呈现出来了。这就是跟管理层有关系，他的管理我后边好像是有的，他的管理就是他这些管理人不是说就是现在很多管理层他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上，他很少看下。因为我们做研究是经常打交道各种部门，是比较了解的，就是。其实要说每一个在工作当中的人都很辛苦，确实是，当下又是一个非常迅速变化的一个时代。有的人辛苦在哪里？就是上边领导一句话，就像人家说的，上边领导一句话，下边人什么跑断腿一样。那么确实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做工作，任何一个人做任何工作，那当然你不能说上边的你不执行，这当然不对哈。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你今天这份工作，他
它不是单纯的养家糊口，它同时也承担了某些责任，也是你安顿身心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你通过它，你能够推动点什么？我研究戏曲，我是希望什么？希望比如最早我研究非遗，我去调查，那个时候不只是戏曲的，我去调查，比如像版画，大家都知道，包括年画，那些都是国家级传承人了，但是他一见到你，他觉得你就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比如他就觉得一没钱，二快濒临失传，三没人传承，他就，哎呦，我感觉就是他的这个困难，是一个学生或者就是一个研究者也好，都很难解决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这个生态出现了问题。所以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你给他点钱，不如给他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不单是好的环境，比如好的政策、好的管理，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管理层很重要啊，这是成功的密码。那么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当下刚才说了，学生只会两段戏一样。当下这个戏曲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文戏相对大于武戏，就是唱大于就是我们说的功夫。但实际上武戏，你看当下经常演的戏，很多是以唱为主的，包括很多名家，我们京剧里有叫什么唱堂会，就是捂着肚子唱，就不用上妆。这个当然不是说这个不能存在，这是一个维度。但是呢，武戏，而这个团它就两手并重，而且以武戏为魂。戏曲里还有一句俗语，说那个武戏你要怎么演呢？文演。文戏呢，你要不叫武演吧，叫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会儿我举一个人，我先卖个关子，不说这个人是谁，他就很善于武戏文演。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一个就是以演促功，就我刚才说的要用演出保障你的功夫。孩子也是，我想刚才也因为有孩子在嘛，我所以说这个小孩儿，你想锻炼他什么？你不要单练很重要，不能单纯只私下练，让他在公开场合去表达。比如如果练钢琴的，或者是练某个乐器的，包括绘画的，就是艺术类型吧，你要让他在公开场合去表达，他就是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他的水平也越来越高。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的缺点呢，在私下里自己是发现不了的。只有在公开场合被暴露，当然不能说都是缺点，就是他自己都能意识到应该怎么提升。那么演员也是，既要在底下练，但同时他也要以演促功。那么这个团就是不断的我一会儿让大家看的视频也是，不只是在这种殿堂里去演出，在送戏下乡的那乡下简陋的舞台。可能那个布都遮不住两边的，就是那个侧幕就遮不住两边的人，但是它仍然很精彩。这是以演所形成的良性循环。我们往下看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这个大家能说知道是什么吗？不是，这还是误剧的啊。这是什么剧目？对，《白蛇传》。你看它这个跟我们平常看京剧的装扮不一样吧？但是很美。你看它我给大家举的下边这些图片都是不同演员的，但是也有一个演员，但是每个角色都很漂亮。这就是刚才说，既要固守根本，同时也要注重创新。今天的人呢，他不是像原来，比如我小的时候看演出，我觉得我是河南人，我觉得我们豫剧挺好的，豫剧确实也不错啊。但是我现在看多了，我再回去看那个乡下演的那个演出，我会觉得他有点不讲究，尤其跟我们京昆比，他就是不讲究。他那个水袖就胡乱放。你看京昆的水袖，那演员就是这样叠一下，那个就是讲究。那所以你想让更多的人有文化基础的人接纳，那你就得不断创新、精致、精准、精美。这个扮相很漂亮啊，这是《白蛇传》，一个是白蛇。下面你看它这个造型，这也是误剧啊，这就是它那个
水漫金山之后，这不是小青发现许仙背叛了他姐姐，然后要杀了许仙的唱段而且呢，它每一个造型都很美。这个在其他剧种也有，尤其是昆曲。昆曲它是边演边唱，它唱的时候一定要演，这个动作永远不停，这是昆曲的精到之处。但是呢，在造型美上，这个团就特别讲究。其实这都是设计出来的，这种美，尤其是人文的美，就像我们看苏州园林，我们觉得它很美，但实际上它都既看着像自然，但同时它都是有设计出来的，都是有人文底蕴在里面的。那么这个也是这样的，造型非常漂亮啊！你看它每一个细节，你看这手、眼神、动作，你看它就是让大家看着舒服啊。这是不同的人啊，这是不同的人。这个是到灵芝的啊，去仙山到灵芝，这个是刚才那个动作的之一的一个细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守正创新里的这个创新。刚才其实也简单做介绍了，就是文戏武作，文武兼备是这个团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同时呢，它的这个生态，说到生态呢，一会儿也会举一下我们北京，对，我交流一个问题吧，还给大家准备了小礼物。这个举手啊。举手站起来才算，不然人家就10个。我们北京唯一的地方戏是什么？请回答。我看到他先举手了，就您说啊，您站。我已经回答了，可能有人没听到哈，就是北京曲剧啊。那么一会儿我给大家举北京曲剧的例子，因为我对北京曲剧非常熟悉，就这些年一直关注他们，就是北京曲剧有好多经典剧目，一会儿讲曲剧的时候再说啊。那么我们先说生态啊，我们讲到第2个良性的生态，就是刚才讲的是舞剧院的这个生态。那既然说到曲剧，我们说说曲剧的生态哈。我给他们呼吁了很多次，曲剧，你看是我们北京唯一的地方戏，但是它也有它的不得意之处，就是自从我进入这个戏曲研究之后，和他们交流，他们是个3无院团。什么叫3无？没有剧场，没有排练厅，连团址都没有，就是没有办公的地方。但是说你说他肯定有办公的地方，是，那不是他的，他就在北京京剧院的办公，就是北京京剧院的产权，北京京剧院的那个院址的，给了他几间房在办公，到现在也是。所以你看，在首都都出现这种情况，当然这是有历史原因，各种因素，我们不说这是谁的过错，我们就说这个剧种，这个剧种呢已经命名了70多年，因为前2年刚刚命名70年，有个展演在长安大剧院，是老舍先生对他命名的。那命名了这70年来，他创作了很多剧目。而他的最经典的剧目，大部分都是老舍先生的剧本，比如他的茶馆，人也有茶馆，他也有茶馆，他的叫什么四世同堂、北京人，什么烟壶，枫叶红楼好像是哈，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精准的题目了，就是他有很多剧目，那而且因为他是依托于北京的曲域生成的一个剧种，所以他这个唱是非常好听的。它和那个梆子，就是比如我们的河北梆子是不太一样的，很有特点。那么它的生态就在于是3无，但是呢，他的院团领导一任又一任的就不断的去追寻怎么发展自己，所以他现在用的什么方法呢？就是只要能接的活他都干。早期，比如像那个郊区延庆、怀柔、门头沟有那种类似宣讲剧一样的，他也接，然后去锻炼演员。那同时现在会好一些，现在他也是北京市的非遗了。那他呢就更注重创作大戏吧，就是有很多新的剧目，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看，因为
他的票比较便宜，他那个我看我专门进到戏迷群里来潜伏，了解一下他的，就是他有一个群儿，在群里去接龙，那个票很便宜，很便宜，便宜的不可以想象。就是你去感受一场，但是他的艺术并不差，所以呢是值得大家进去看的啊。就是他的生态呢自己在不断的创造，但实际上呢他又有很多的困难，我们只能说一点点改变吧。但是北京市已经给他们那个弄了一个新的地方，但是又很偏，这是一个问题。但没办法，可能北京寸土寸金也很难。那么人才培养也是。那么这个沪剧的这个团，我们现在说的主要是沪剧啊。沪剧的这个团的人才培养呢，它就是学校和这个院团是代培的，它相对来说就有点像我们说那个技校一样，它就是有针对性的培养人才。比如像那种全日制本科的这种呢，它相对来说可能就是更加的按学科的这种要求去划分。和那种针对性没那么强啊。实际上，戏曲它从一开始就是师傅传徒弟、口传身授的这种方式，它更适合有针对性的培养。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角色的诠释。第二个，刚才是功夫，下面说角色。那么角色我们都知道，看戏尤其是传统戏曲，一定要看什么？名家，要看名团。难道是我们是追求名人的一个心理吗？不是，是因为只有这个才能保证艺术的质量。那么名家名团对角色的演绎，它最重要的是叫一念入戏见灵魂，就是他那个精神层面的东西表达更多啊。这个都是语言的东西，我不想一一给大家说了。我们来看细节。举例啊。齐白石先生是画界的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大师，他说呢，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其实演出也是如此，就像比如你是一个什么派，比如程派、梅派、荀派，那你对大师，你肯定要传承他的精神，但是你可能每个人的自然条件不一样，你可能完全照搬大师吗？一，你可能条件也达不到。二，你可能和他这个声线也有区分，表演也有区分。所以呢，要把精神上无限的接近，表达上可以有所创新。包括现在的新创剧目，那大师都没演这一段，你不可能说去找大师。所以这个度的把握最重要。这又回到我们中国的哲学，中国的哲学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叫什么？中庸。中庸这个词听着好像不是一个好词儿，但是它是度的一个把握，就是恰到好处。有那句话叫什么？增之一分则怎样？减之一分则怎样？就是要那个不增不减的那个正好。那戏曲界也有这样的俗语啊，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就是刚才已经解释的那个因素，我们不说了啊。其实，在古希腊也是有的，就是分寸说，恰到好处。那么我们来分享大师的恰到好处。我们都知道啊，我们重点讲这个大家都熟悉的。其实，这个京剧不只是旦角有流派，这个什么生角也有流派。比如小生，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最火的是什么？叶派，对吧？叶派的小生就是活周瑜，演周瑜啊。还有这个养什么？这个貂蝉的那个。谁貂蝉那是三国戏，项羽对吧？吕布，对，太棒了。所以呢，我们先把大家熟悉的这个旦角的流派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梅大师。梅先生呢，他的演出之所以在四大名旦里边，一般都把梅先生放在首位。那除了他的功夫，其实这四大流派的这些大师功夫都很了得。那更重要的，梅先生的特点就是他的创新做得更多。比如大家都知道梅派的经典名剧《霸王别姬》，虞姬的那身衣服就是创新，原来就没有。大家都知道我们传统的戏曲大多是长水袖，是吧？就是其实戏曲大家知道戏曲的这个服饰。大概啊，不能完全说是什么朝代的装扮吗？
对，明朝。给先生一个书签明朝哈，那么像《霸王别姬》的他那身衣服就是创新的哈。梅先生的创新，除了刚才这种服化道之外，还有就是他的唱。因为我上个月去了就是梅先生的故里，因为我们北京也有梅兰芳故居，但实际上梅兰芳纪念馆我们叫哈。那么在梅先生的家乡，江苏的泰州，也有，正中间，对，您举一下手，也有一个梅兰芳纪念馆，在那里呢，我就看到梅先生其实他的就是那个介绍啊，展览里介绍他的底子，并不是那么完美，就是当时他初入道的时候，别人都认为他不太行。就是苦练，刚才说的这个10年功下得好，但同时呢，梅先生他善于把所有能够用的好的资源、人脉都用到。比如大家都知道，他身后，有个不好词，这个直播我就不说那个词儿了，咱不说那个啊，就是他身后有一大帮的人在支持他，其中好的词儿就是，比如像齐如山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类似我们今天说的那个理论家。对他的支持，那同样他有其他方面领域的支持。那么他的这个创新呢，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服化道之外，他的唱，包括他的表演，包括他的剧目创作，包括他还出了3次国。他首先去了美国，然后去过日本，还去过俄罗斯。所以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就在于他的创新做得更足。让这个时代了解得更深，那所以他留下的印象也更深刻。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有从事艺术的，或者下一代有从事艺术的，你就得知道，你从事这个艺术，你怎么把握这个度，又怎么在这个好的度的基础之上推广？因为今天更是一个需要推广的时代。所以他的特别是他的手，底下一会儿给大家看他的手的那个变化。是非常之丰富的，然后他的眼神，他练眼神的时候，就后边有一个介绍，就对着镜子要反复的练哈。另外一位先生是尚小云，那么如果说梅派大家很熟，程派大家也比较熟，荀派因为是花旦比较特殊也算熟，可能很多人对尚派不是很熟，因为尚先生的戏不多。但是他的戏虽然不多，但是他有特点，比如他的《昭君出塞》是他的代表作，但是他的戏里融入了武旦的东西更多，所以那个功夫就是武戏的功夫更能见功底，这是他的特点啊。你看他为了练兵出塞外的含义，就在雪夜去练，这是那时候的先生的对这个艺术的追求。荀先生刚才已经说他是花旦嘛，就是说到花旦，再回到我们刚说的行当的划分，就因为戏曲里边啊，这个花旦一出来，大家都知道像小丫鬟，但是他花旦就一定是小丫鬟吗？不是，它指的是什么身份呢？所以这是我们传统的概括，它是一个相对叫是个类的划分，类型的类，它是一个一般是未出阁的小姑娘那种灵动，但是我想问，一定是未出阁的吗？也不是。举个豫剧里的那个经典的戏，豫剧最著名的一个戏，每到办喜事的时候都放的是，举个例子，举手看谁知道。就是如果你是河南人，你肯定知道，就是豫剧一到办喜事就放那个音乐，还是戏曲的音乐。那我回答了，抬花轿。我一说您肯定知道啊，周凤莲。周凤莲这个身份，她就不是一个青衣的身份，她就是一个花旦的身份，但是她也出阁了呀，所以她在出阁未出阁之间吧，所以她这个身份就是指那个性格活泼又年轻又美貌，但是就这样的一个身份是花旦的一个定位啊。下面我们来再看手，前边是图片，可能没那么。但你看每一个都充满着美感呢，每一个都让人觉得
就这一个手艺，因为我们单位啊，每年都有学术交流，但是我们那个要说公开也公开，可能大家可能没看到相关的信息。每年都有一些那个学术和咱这个不太一样，就是一个小型的会议桌的这种。我每年会请一个名家到我们单位去交流，让他们受熏陶，从那个昆曲到京剧，再到今年要请的是梆子团，我准备请王红玲去。那么去年请的是田院，就是国家京剧院田磊院长，那么就是现场，我们单位有个小姑娘，属于那种西方教育很受熏染的，国外留过学的，当然也是博士啊，就是我们所的一个小姑娘，原来是从不看戏曲，我请她看她都不看的，她看歌剧或者看舞剧、音乐剧可以。那一次昆曲演员天帅去了，哇，他就这样。就那个无限的崇拜，就因为他近距离，他那个动作、唱念、做打这体现，就这样，从此以后他就爱上了昆曲。所以你看，一个讲座的重要性是很大的，就是那个近距离看演员的表演，因为人家真的是手眼身法步练了多少年的。像天帅，他是个叫什么？从小学就开始是在戏曲班那种出身的。就是一步步成长的，所以那真的是很美啊！她本人也很漂亮。这是剧照，大家都知道这是梅先生哈，这个就不是考验的，因为这个很熟。我选的这几张呢，都是他相对年轻时候的，因为梅先生到晚年也稍微发福了一点哈。你看他的这个装扮，你今天看也很漂亮。所以你看，真正好的这个经典呢，它就是能够传承，它可以穿越时间。然后永流传，这就是《霸王别姬》最后一个，这个就是《霸王别姬》的造型啊。这个是天女散花，这是什么？黛玉葬花。刚才卖的关子就是这位先生，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女士，裴艳琳大师。我之所以叫大师，其实他还活着。对很多人可能反感这个大师这个词，我个人也不轻易叫一个人大师。但是呢，他的水平在于什么呢？就是他本来是河北梆子出身，他父亲他小的时候，他父亲也是请他那个学的河北梆子，而且他5岁就登台了。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跨越了特殊的那10年的，那10年肯定就没法演戏。后来他找的工作是京剧团。所以你一个学河北梆子到京剧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跨越的，对他有很多挑战。但是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当你看他好像不是好事的时候，如果你把它用好了，就是人说的像危机是什么？危险之中存在机遇。那他因为既有河北梆子的功底，又有京剧的这种严格的程式的要求，所以他后来他的水平越来越高。那所以她被有的人称为第一女武生，因为她是女性，她演的是男士，就是我们戏曲里的行当是生行，而且她的生行里很多都是武生，对一个女性来说要求很高。实际上女生演男生这种事儿呢也不少，当下活跃的山西有一个演员，看看有没有山西人，晋剧。哎，好，您举手了，您站起来说吧。啊，对对对，就是谢涛也是，女生演男生，而且她演的主要，我看到的剧目啊，比如像那个，有位老先生是福建人，刚去世，本来还有微信啊，我一下想不起来，是那个谁编的，那个就是《富山进京》，剧目叫《富山进京》，这样非常精彩，就讲的这个。富山和康熙的一段故事，有点像曹操与杨修，就京剧里曹操与杨修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剧目。这样2个人物的这种对决，就是属于双男主吧，就是2个人都很厉害。那么谢涛也是这样一个身份。其实那个河北梆子也有很多这种传统，就是女生演男生，但是呢，裴先生演的可以说不能说是最好吧，就是至少是
我觉得我心目中是最好，但是他应该在前3，在全国就能到这个程度。那他的水平，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他在北京人艺演武松，就是我们常说的叶笨，男怕什么，女怕什么，就是戏曲里有一句话叫“女怕思凡，男怕叶笨”，就是叶笨演武松，大家都知道。武松是被逼上梁山的，在被逼上梁山之前叫风雪山神庙那段，啊，对啊，林冲哦，我可能河南话里喜欢叫，我是不是读错了？读音读错了是吧？武松啊，那更不对了啊！是的，您的纠正很正确啊。那个林冲叶奔。我可能声调也可能不对啊，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是他那一段呢也是非常精彩的。那他的精彩就在于，他除了其实那一段呢，要说那个像我们翻跟头那种武戏是没有的。他主要是什么呢？是那个心情，是他对这个人生的那个心情。本来是一段唱加动作，他是那样结合的。这今天没有准备那一段戏，但是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尤其是看一下裴先生是怎么演的。他是把那个对人生的那种解读用的。后来那个何伟梆子又出了一个新的演员，演的也很不错，也是刚得了梅花奖的，也是可以看一下的。那么他呢，就是他的身份就是5岁登台啊，9岁挑大梁，然后也是刚才说的这个功夫的淬炼是非常深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剧照，就是他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演的《宝莲灯》，这就是林冲啊，不是武松，说错了。下面我们看这个，考验一下大家啊，举手啊，这一次也是。这个剧照是谁？猜也。用排除法，就是你熟的人之外的另外一个人，4大名旦之一。没人举手，我就说了啊，这是尚小云。你看我说了，你熟的人里，比如程派，你肯定熟，程先生长什么样？你排除法啊，所以你看他的戏不多，所以很多人不太了解。但是你看他这个扮相，这个气质也是很美的啊。那么你看他的这个演出也是为了塑造这个形象，他就是日复一日日练。刚才说他是练那个寒夜雪夜这个行走，那他的这个根底呢也是非常深厚，特色也比较突出。只是很遗憾，他的剧目不多，所以当下我是看过几个演员演出，但是整个比如经典剧目，比如我们平常在节假日看的演出里，他的剧目并不多啊，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所以这个一个流派能够壮大呢，首先呢是他的技术好，那光技术好还不行，他还得有剧目，好剧目。所以现在很多好的名角儿，他总喜欢找一些好的剧作家给他创作新的作品。为什么？他希望有他的代表性剧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他得有传承，就是底下的徒弟得多。比如豫剧里最大的一个流派是常派，是因为他底下的徒弟非常之多，而且他的徒弟都掌握了话语权，就在各管理层，他更加的要传承这个剧种。但相对来说，那么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京剧里的4大流派里，上派不是很多。那同样，比如豫剧里面，像有一个特别好的演员，但是他的现在稍好一点了，就是曾经他的弟子也不是很多，就是陈派，陈素贞。陈素贞这个人很厉害，我曾经因为那个吴素贞也是前2年得梅花奖的，对，就是我一直关注这个演员。有一年他在河南演出，然后正好那一年是清明节，就是他们的那些徒子徒孙去到那个去陈先生的那个坟上去拜祭，我也去了。就是这位先生也是一位女士哈，她非常厉害。就是她年轻的时候，她的是嗓子好，有很多代表剧目，比如她的三上轿，比如她的白蛇传也是经典啊。但是
他后来嗓子倒了，就是嗓子倒了，对很多演员只能下台了，只能到后台了。但是他呢，就自己又创造了那个，就是只用表演来呈现的那个戏，就是因为时间长了，我一下叫不上名字了，就是好像就是耍大辫儿啊，他们通俗的讲耍大辫儿那个剧种，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创新啊。我们往下看吧。刚才说到北京曲剧，现在我们稍微说一下北京曲剧。刚才举的一个院团呢是婺剧，后来又讲了京剧，京剧的4大流派。那么下面我们讲一讲北京的唯一地方戏——北京曲剧。北京曲剧刚才说了有很多经典剧目，也很精彩，但是呢，北京曲剧的认知度或者传播度还是不够的。那么其中呢，有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它是一个3无院团，没有自己的剧场，很难固化自己的观众，这是之一。另外呢，就是它现在传承也面临一个不叫危险吧，也差不多的，就是断档吧。就是它现在有一个最经典的叫剧作编曲吧，我们叫音乐唱腔设计，戴宜生先生是个女士。就是北京曲剧前2年不是说他那个举办70周年嘛，演了，我这里好像有数据哈，这是建团40周年，它还有个命名70周年，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在这个，比如他建团40周年的时候，演了10部作品，其中有将近1/3以上的那个剧目都是戴先生一个人作曲，也就是说，很多人不太懂他们的音乐。这是一个问题，这是哪里想我不知道啊。那么现在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戏曲的演员，或者说一个剧种要想传承，除了刚才大家能看到的台前的这个演员之外，更重要的还要有什么编创人员？编创人员包括4大类，第一个是编剧，第2个是导演，第3个是唱腔设计，我们今天也有叫作曲。第4个笼统来说叫舞美，舞美里还在划分，舞美设计、灯光设计、服化道、服装设计，就是道具、音效等等，它很多。但是我们都把这个后边这些都叫舞美，就是至少4大类。那么编剧很重要，因为没有本子，没有好的本子，就像刚才就不能形成经典的剧目。你要说尚先生他年轻的时候，难道他只演了1、2部吗？肯定不是。但是就像有人说，梅先生现在我们传唱的有10几部，但实际上梅先生演的可能有上百部，也是有很多烟消云散的。那就是你得有多部作品，好的作品留下来，才能够让更多人的知道。那同样，那么对于一个院团来说，你想让多部作品留下来，那么你前边说的这4大类的人得有。那么这个团就面临就是作曲比较少。你看像京剧作曲很多，比如像那个北京京剧院朱绍玉先生，就是当下还活着的还长寿的老先生，就是作曲是最棒的之一吧。就是京剧的作曲是很多的。下面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几个其实前面有的也讲到了啊。那么他们主要说是。除了坚守也让艺术走向世界，就是开拓眼界的。梅先生刚才说的他3次出国，那么其实程先生呢，他是对程派的一个创新，比如程派现在比较火的，像张火丁，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比较火的，比如京剧院北京京剧院的迟小秋院长，一会儿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迟院长的戏啊。那么还有这个常派他的创新，因为常香玉他曾经说过。戏比天大，那么现在很多戏曲演员都拿这个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那么他之所以能够留下来，除了他的剧目之外，更重要他做了一件事儿，就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他捐献过飞机，所以就政治生命更强大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谁吧？程砚秋，对，程先生啊，你看他的扮相是什么样，他的这个是什么样？这是谁？对，漂亮吧？因为这个是
从院团里要的那个高清剧照哈，那个一会儿看的那个大家就忍一忍，是在网上找的，可能没这么高清啊。这是谁？这不是人，不是人，说错了，这是哪个流派？对，荀派，非常好。这都是啊，只是让你看它不同的扮相漂亮不？这都是主要是哪个剧目？既然您回答，您举个手。对，给您一个，因为您这么积极的互动，那个给您一次机会。就这位男士，您举一个手。好，我们来反思一下啊。这个就是我就不让大家猜了，这个是豫剧的《白蛇传》，这个白蛇就是吴素贞，青蛇是杜永贞。这两个演员都成长得非常快，大家如果对豫剧感兴趣，可以看看他们的演出。前2天我们院长去河南参加皇帝文化论坛，我也去了。那么在准备这个也是各种稿子和 PPT 的时候，我就说这个豫剧的这个很火，在乡下的演出都是人山人海的，这个剧照放进去肯定好。院长说好，这个很好，那我们就放进去了。就是他们这个团在演出的时候，那剧院演出也是很好的。那么到乡下演出的时候，真的是人山人海啊！我这次可能没有插这个图，因为这个 PPT 做的是因为为了准备咱们这个讲座是早就预定的，可能是1周前就已经发过来的。那么我们来反思一下当下的戏曲的生态存在哪些可以提升的地方。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来反思，并不是我们专门为了找问题。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事情的发展，只有发现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发现问题是第一步。对于在座的各位，包括孩子的成长也是这样的。有问题并不可怕，发现了问题，解决问题，他的成长才能更快，是一个道理。那么当下的戏曲，那因为刚才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它的最重要的指的就是台下10年功。那么如果没有这10年功的修行，到台上的这10分钟也好，1分钟也好，它就不可能呈现出精彩。那么当下的现状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第一是人才，至少某些院团人才是断层的。比如我们刚才举的北京曲剧，是我特别热爱喜欢的一个剧种，但是它的人才，尤其是它的编创人才，或者说他幕后的人才是需要急需发展的。但是这个急需发展是能抓一个人就成吗？不是，因为这个是需要，就像刚才说，你做一个评论家都要看很多剧种，你要做一个作曲家，更加的需要有深厚的功底了。其实戴先生也有自己的学生，只是还没有达到能够让更多业界认可的那种独当一面的程度啊。这是人才。另外呢，就是受众的流失。这个受众是因为传统的戏曲一般是按戏迷的这个要求走的。那么戏迷呢，他对这个当然对戏迷没有贬义啊，就是在座的如果有的老师是戏迷，也是可以理解的，您是对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了重要贡献的人。但是我想说的是，戏迷对这个剧目的要求，对戏曲的要求和普通观众或者和研究者视角是很不一样的。戏迷有点像啥呀？我不说戏迷，我说有点像粉丝，就是那个粉丝经济哈，比如演唱会的粉丝。前2天我们去调研北京的文化生态，其中是美术馆啊，这个是暗访的。那个有个小姑娘就跟我讲，就是工作人员就跟我讲，她说我前段时间被人家给撕了。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我就发了一个正常的评论，底下两边的那个粉丝都骂我，就是比如他看了这个演唱会的演员啊，我就不说名字了，就是他觉得他有瑕疵啊。另外一个怎样，就是他是作为普通观众进行点评，然后另外一边的粉丝就说，那个人能和我们比吗？就是他特别排外。就是别人就是一无是处，只认一个，这是粉丝经济。那么其实某些戏迷也是这样，有些戏迷他只看一个剧种，一个剧种里只看一个流派，一个流派里只认一个人，其他人都啥也不是。
一会儿让您看视频就会，有的人的评价是很过分的，不是让大家看那个评价，而是就这样一个生态，没办法，有的时候还是要理智一点哈。这是受众的流失，就是单纯的按戏迷那种发展呢，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但是呢，一方面有流失，但实际上一方面也有新的观众走进来。我在调查那个春节演出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好多小孩儿，然后我就问，哎，你这个看戏是受什么影响？然后怎么来的？跟谁来？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有个小姑娘就说，她之所以爱，是因为有一次一个老师到他们学校做讲座，所以也是戏曲进校园的功能是非常之大的哈。下面我们来看细节。困境一就是艺术功利的空心化。艺术功利就是刚才说的功底，就主要是功夫啊。那么就是原来是从演员中心，现在叫技术至上，就是说服化道都跟上了，因为现在有钱嘛，现在技术也好嘛，甚至 AI 都上了。大家如果有时候经常刷短视频的话，会发现现在有人干什么事儿呢？比如那个从台下翻下来的这个功夫，戏曲演员有人把它倒着放，有人不知道还以为是真的呢。倒着放那肯定不是，就是这样的啊，那个动作很快，其实它是下腰的功夫，那会误导人的。这就是那个技术之上，它就那是其实那是很误导人的哈。就是功夫是戏曲的第一要义，但是有空心化的这种不好的现象。第二个困境二，就是有的人在学了10年，但是他却很难在台上抓住人。你知道好的演员能怎样？一上台能控台，就是他这个控台是通过他的功底、他的表演。但有的演员上台之后，尤其是你去看那个戏曲毕业生那个演出，你就觉得，反正你看好东西多了，你的眼睛就揉不得沙子，真的是这样。你就觉得他要锤炼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这就是需要各方面的加持。一方面是政策，我们国家现在政策其实很好了，刚出台了一个戏剧的政策。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培养的这个体制也要不断的创新。原来是为了统一化，都按照学校教育或者本科教育的那种方式，但是有时候还要注重不同的艺术门类或者不同的学科特点进行培养。另外一层呢就是生存困境。我曾经那都10多年前了，当时那个湖南有个棋剧，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士字旁啊，就是那个士字旁一个毛耳朵那个字，那个演员学的那个叫什么木莲救母，就是木莲救母里有那种功夫戏，就是因为木莲的戏大家都知道是佛教的戏，是有那个下地狱要过那个刀山火海，那个是很见功夫的，等于给了一个木桩，像独木桥一样，让演员在上面演，而且要有3下功，就是那个功夫是很见功力的。但这个木莲救母在北京实际上很久不演了，那么当时就和他进行交流，给他写文章，他就说他当时的工资就1000多块钱。他还是一个好演员，就是说在他们所有的那个剧种里边是个拔尖儿的。其实就是收入对很多演员说，前段时间那个有个直播也是想有个演员也是个地方民营乐团的演员，男的，一面那个演出还跑外卖，就是说这个演出不能维持他的生计，他只能这样。这是当下有的困境。所以一方面政策在不断的向好，但同时它还是存在发展当中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研究者去关注。因为有的时候点评一个戏，它的价值比如说反过来说，不如你做一个好的研究，给到一个好的政策，然后让这些人解决他的困境。这是生存困境。另外还有恶性循环，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培养链条的问题啊。
昆汀3就是为讲不为演。大家刚才一直在说梅花奖，梅花奖确实能够一个方面衡量一个演员的水平，但同时呢，有的时候只为获奖而演也是很可悲的。因为大家统计一下，因为我们在戏曲界它有几个奖比较大的，一个是梅花奖是针对个人的，一个是文华奖针对集体的，当然个人也有。还有一个奖5个1工程奖，而5个1工程奖相对少，这3个奖是最大的。这3个奖，有的是2年一评，有的是几年一评，但是这些年呢，从建国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应该说有很多剧目了吧？但是又有几个剧目能常演呢？大家一打问号，把这个积累的数量和这个常演的这个打个问号就知道了。所以呢，很多新创的戏得了奖之后，有的也就刀枪入库了，也是很可怕的。那么现在呢，尤其是北京，我们在做各种研究也好、调研也好、会议也好，都会提，就是不是单纯的为评奖而评奖，北京还是很注意怎样培养生态的，包括怎样发展产业。比如现在北京有很多演艺新空间，也是要给更多的人搭建舞台的。它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戏曲刚才说的是个综合艺术，如果一个大戏上演，它很费成本的。大家要知道，比如戏曲，除了我们台上看的演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群体是谁？乐队，是吧？那个乐队，说实话，戏曲如果你不看现场伴奏，那一下子掉很多的。那个伴奏，如果录音伴奏，那很差的，不能说都差啊，就是它不一样的。一会儿我们看那个锁灵囊就知道了，那个弦儿的那个对演员的烘托，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演出还得看观众，还要看市场，就是所以评价一个演员，奖重要。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维度去评价他，让更多的人被大家所熟知。最后总结一下啊。这个可能很多人更加没看到过这个图，这也是个高清图啊，这个演员也很优秀，也考一下大家，这个可能很多人举个手看谁知道这个戏、这个演员、这个剧目。要不知道我就直接说了啊，这个呢是也是浙江有很多好戏，也有很多好演员，真的是，比如他的戏剧就有戏剧王子。刚才说的婺剧也是他们的。那这个是什么剧呢？这个是欧剧，金乌雀的那个欧。这个欧剧呢，它也是南戏的代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戏曲如果从发源来说，元杂剧最早，但是元杂剧没有保留下来，怎么演的也不知道，只知道它有角色扮演。那么从南戏就是宋朝的时候有讲俗讲，然后往后，那么其实之后就是南戏了，就是元代。那么南戏代表之一就是这个剧种，当然也有传到福建的南音，那是主要保留的是音乐的一个维度。那后来比如像就是福建的那个梨园戏也吸纳了这个南戏的特点，但是这个呢是把戏曲的样态保留的啊，所以也是一个活化石。那它这个戏是著名的《杀狗记》，如果学过文学的人，文学里都有这个词儿啊，因为我是学文学出身的。那整个来说，那么戏曲就是舞台虽小，但是它演的内容从哲学到审美，到我们说的这种传承创新。它虽然我讲的都是戏曲的这点事儿，但是它蕴含着很多生命的东西，或者哲学的东西，或者智慧的东西。所以呢，今天和大家来分享这些啊，主要内容大概就这些。最后来分享几段演出。